如果我死了，那杀死我的人就是房东的儿子。租金每个月必须按时交，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损坏都得你自己付，不准带宠物，懂了吗？知道了。你好，我想报警，我怀疑有人被杀了。整天这么酷干什么？模特吗？哟，小帅哥，租房子吗？我给你最低的折扣。你就是房东太太，有人报警说你儿子杀了人。沈星，你报警说我儿子杀了人，你小子不想活了？我今天晚上就让你睡大街。房东太太，我们签过正式的租房合同，你不能赶我出去。你给我等着！沈星，荣成大学计算专业高材生，你交给警局的录像带音轨有剪辑痕迹，这种拙劣手法，你不会看不出来啊？周警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认识我？哼，你布下这个局究竟想做什么？周警官，你猜？我的人在这幢楼一共发现了5个窃听器，最新型号，市面上买不到。周警官，听说你是市局刑侦队最年轻的队长，查清楚真相不难吧？周警官，收走我的电脑就以为我没有办法了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老徐，去调查一下惠民路28号的住客老八和房东儿子张磊。好的，周队。你就是沈星，我和你有仇，为何要去警局报案说我杀人？我只是拿了盘录像带给警察而已。录像带？什么录像带？就是我在房间床下发现的。还有，张磊哥，这幢楼是不是闹鬼啊？我听到楼板上有脚步声，声音听起来可吓人了。别胡说，哪儿来的鬼？小帅哥，你就是新来的那个大学生租客吧？瞧我都还没有换衣服呢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哦，你好。晚上和姐姐一起吃饭，我做的饭可好吃了，放心，我单身。好呀。
师傅，今天一个年轻人来报案，说有人遇害，却只留下了一卷篡改过录像带。周玲，你还是太年轻，这种报案人反而是最可疑的。师傅退休前破案无数，您觉得那名报案人可疑？当然，比如1989年那起入室伏袭案，最后的凶手就是那个看起来最无辜的人。怎么样，姐姐没有骗你吧？我做的饭，男人最爱吃了。你不会这么单纯吧？都来了，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儿子，等等我！乱叫什么？老爸，楼上有动静，不会是他。你胡说什么？老徐，查到什么了吗？周队，老八十分狡猾，我们的人跟了他几日没有收获，但房东的儿子张磊，房东的儿子怎么了？我们的确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双沾满墙灰的鞋子，正是和公寓顶楼废旧公寓的墙灰成分相同。不过这种墙灰十分常见。还有一点，周队，技术那边查到给你寻呼机留言的人正是沈星。昨晚不会真的是他吧？那声音听起来确实很吓人。对对对。怎么可能？我看和那个新搬来的小子有关。说起来，那小子的确很可疑。那你昨晚还一直贴着他？不管怎么样，先处理掉。老爸，这种事你自己去干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这件事我们谁也逃不了干系。沈星，是你给我的传呼机发的留言。周警官，我以为你会更早发现。你耍我！周警官，破案要讲脑子，光靠冷脸和发脾气是找不到真凶的。小帅哥，陪我去跳舞。你刚下班，衣服都没换就去跳舞？你们男人不是都是制服控吗？让我陪你去可以，我得先去打一个电话。小子，没想到你真敢自己一个人来，那小妞不陪你进来了。老爸，你真的打算处理掉那小子？如果他没事儿，就是我们有事儿，你选哪个？警察，不许动！医生说，你只是昏迷了过去，观察几日就可以出院了。周警官，谢谢你。周警官接我出院，看你在荣城也没有亲人，所以来接你。这些日子就暂时先住在我家吧。沈星，你现在打算告诉我真相了吗？周警官要不要猜猜？我不用猜，
5年前，那幢筒子楼曾经失踪过一个女孩，名叫沈月，你是她的弟弟吧？周警官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所以，你伪造了一卷一眼就能看出破绽的录像带，就是为了引起警方的注意，不，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。周警官似乎一点也不意外，你还是那个小屁孩，还真是一点也没变。周岭哥哥，刚才谢谢你赶跑他们。小屁孩，你从我打工的工牌上知道了我的名字，也该告诉我你叫什么。你猜？你什么时候认出来的？你在审讯室里挑衅我的那个时候，那臭屁模样还真是一模一样。话说回来，你故意接受了护士林晓的邀请，然后留言给我，这是不是太冒险了？只要能抓到杀死姐姐的真凶，无论做什么都不算冒险。更何况，我不是还有你吗？帮我给周警官留言，就说老地方顶楼废旧公寓。阿星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怎么发现老八他们是害死你姐姐的凶手的？周岭哥，答案你恐怕并不想知道。阿星，你确认你姐姐就被埋在这间废旧公寓里？是的，但我来过这里很多次，都没找到她。这栋楼是典型的苏式建筑，外部是斜屋顶，标准层高是3.2米，可这看起来不到3米，剩余的那几十公分去哪里了？是呀，之前没有注意。周队，我们在那个阁楼里发现了你师傅的笔记本。林晓，废旧公寓阁楼里的白骨是怎么来的？警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林晓，别以为你在医院里偷卖药物那点事儿我们不知道。警官，我们4个把沈月的尸体搬到阁楼的，但人真的不是我杀的。你们就这么心甘情愿地帮人搬运尸体？那个，我当时收到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，如果我不搬运尸体，就把我偷卖药物的事情捅出去。我没办法呀。人是我们4个藏到阁楼的，但人怎么死的，我不知道。警官，我真的什么也没干，就把尸体藏进了阁楼。你到底有没有杀人？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杀人啊！儿子让我干，我就干了，反正人已经死了，也活不过来，不是？阿星，今晚想吃什么？只要是周岭哥做的都行。还有，我记得小时候，哥也骑车带我来过这里。
小屁孩还不打算告诉我你的名字？周岭哥哥，说好了要猜的，不能犯规哦。沈星，离前面那个人远一点。为什么？听说他是杀人犯的儿子，我妈妈说杀人犯的儿子也不是好人。是小周啊，赵科的女儿，你考虑的如何啦？刘大姐，不用了。好吧，其实小姑娘条件挺好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周林哥打算结婚，周姐见到谁都给介绍对象。对了，你今晚还打算回学校？对，今天晚上有节心理学公开课，我就回学校睡了。好，晚上记得吃饭，买了菜明天再做吧。陆教授好。陆教授可真帅啊！是啊，但听说他的课很难及格。露露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这花送给你。你别痴心妄想了，就你，我怎么会看得上？上节课我们讲了罗杰斯的自我实现理论，大家觉得自我实现是否有世俗意义上的标准答案？沈星，你来说说你的看法。教授，我认为自我实现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。罗杰斯理论的核心是真实自我的圆满，而非社会定义的成功。沈星，你真的不考虑转院？陆教授，比起和人打交道，我更喜欢和机器打交道。以你的天分，真有些可惜。不过，如果你改变主意了，随时可以找我。沈星，你听说了吗？隔壁班的赵家俊把人家女生给捅了，人还在医院抢救。你说什么？赵家俊？这怎么可能？真的，这事儿警察都来了，人家女孩不喜欢他，就把人给杀了，这也太偏激了。快过来，帮老师修一下电脑。主任，你听说赵家俊的事情了吗？究竟怎么回事？这事儿说起来也怪，赵家俊可是个老实孩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，对学校影响也不好。主任知道他最近见过什么人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？说起来，他最近似乎遇到了什么事儿，我建议他去见见学校的心理顾问，就是那个新来的陆教授。陆教授，怎么会是他？老徐，什么事儿？周队，你师傅他……是小周啊，你师傅怎么了？楼下到处都是警察。
张阿姨，师傅一直独居，承蒙你偶尔照顾。他最近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？哪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整天见人就说他当年破的那些大案。说起来，最近有一名长得十分英俊的男人见过他，我当时还打趣你师傅是不是打算给他国外的女儿介绍对象。沈星，改变主意了？听说陆教授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心理学天才，要不要猜猜我今天为什么来？即使我是留学回来的，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。不过我希望你是来告诉我想通了，打算转院。赵家俊性格温顺怯懦，教授认为，他真的有可能毫无征兆的、突发性的做出一些极端行为吗？人心是深海，有时候表面平静，不代表底层没有暗流。所以，教授判定赵家俊的悲剧源于他个人性格的长期积压。Well，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。那么，这个轻轻推了一把的人，算不算真凶？沈星，这是一个法律问题，不在心理学的范畴。周队，我们在发现沈月白骨的阁楼里找到了一个写着你师傅名字的笔记本，不过上面全部都是乱码。笔记本在哪里？另外，周队，最近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，说1989年就是你师傅侦办的那起大案是冤案。手怎么这么凉？没有好好吃饭？吃了呀，学校食堂的菜可好吃了。周岭哥没去相亲。相亲，我从来没有打算去相亲啊。那个周岭哥，我刚听说你师父不在了，我很抱歉。师父一生破案无数，临死却留下一封遗书，承认自己杀了人。我们还在那幢旧楼里发现了师父的笔记本，时间太过巧合，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和你姐姐的案子有关。周岭哥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一直调查姐姐的案子。说起来，学校里也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我听同事提到过，一名男生因爱成恨。唉，20岁左右孩子的爱情观还是太冲动了。切，谁说20岁还是孩子啊？好，20岁已经长大了，那是当然。哦，说起赵家俊的事情，他出事之前见过陆教授。陆教授？谁是陆教授？说起这位陆教授，可是万人迷。他还打算让我转院，跟着他去学心理学。阿星，我记得你很喜欢现在的专业，这种留学回来的人不可信。哦，原来周岭哥这么关心我，我可没有说过陆教授是留学回来的。那个，今天我有空，晚些时候给你送饭。那就这么说定喽，周岭哥，我今天下午在学校等你，我4点下课。周岭哥，你总算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走，你们学校食堂在哪里？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沈星，这位是你的朋友。陆教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切，你就是陆教授。我们家阿星是不会转院的。你就是周队长吧？久仰大名，沈星经常提起你。最近警队没有大案发生，有空来学校转转。警察再忙也需要休息。倒是陆教授，很会看透人心吧？谈不上，只是多念了几年书而已。阿星，我们去吃饭，我烧了你最喜欢的菜。
周警官，进来吧。周警官，进来吧。何叔，你是师傅当年的搭档。关于1989年的那起案件，是你和师傅一起侦办的吧？那起案件上头催得紧，公众影响大。你师傅只花了48小时就破案了。案子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周警官，小周啊，你师傅已经不在了，何必再提这起陈年旧案？说起来，起初我们锁定了好几名吸引人，但都没有实质证据。1天后，你师傅找到了一名邮政快递员，并且很快认了罪。邮政快递员就是那个张伟。不错，之后你师傅又破了很多大案，在局里威望越来越高。而这个张伟不久后就，都是陈年旧事了。周队长，你有一封没有寄件地址的信。老徐，查一下学校附近的摄像头，看看沈星离开学校之后往哪个方向去了。好的，周队。周队，查到了，学校里的摄像头显示，沈星昨晚凌晨2点钟左右去了学校的废旧教学楼，那里还有一个废弃工地。陆教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周警官，我和你来这里的目的一样，都是找到沈星。陆教授知道沈星在哪里。周警官，你不应该怀疑我。如果我是幕后黑手，为什么要给自己发传真？传真？什么传真？周警官，抓走沈星的是当年那场冤案里真正的复仇之人。什么冤案？周岭，市局刑侦队最年轻的队长，不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1989年，被你师傅郝国强冤死的死刑犯叫张伟，他有一对儿女，儿子是我。你就是张璇，而那个被送去孤儿院，后来被收养改了名的女儿叫沈月。刘法医，有什么发现？周队，你们在阁楼里发现的那具骸骨，他的左腿胫骨有2次陈旧性骨折愈合的痕迹，右腿股骨有发育不良导致的轻微畸形。你的意思是？那具骸骨的主人是残疾人，但为什么从来没有听阿星提起过？沈月，
沈月的骸骨是我亲自带人从阁楼挖出来的。你想暗示什么？周警官，不是早就开始怀疑了吗？仅凭衣物和蝴蝶结，并不能确认那具骸骨的身份，不是吗？陆教授是在暗示沈月还活着。周队，我知道沈星在哪里。沈星已经被带走了。不，这里物品太整洁了，沈星应该从来没有来过这里。我猜，那个人就在这里看着沈星。你确定你妹妹会将沈星带来这里？我的生父虽然只是一名邮政快递员，但酷爱各种钟表。这里是他以前的工作室，连接这间工作室的还有一间储藏室。该死，人已经被带走了。我能想到的只有这里。他会把沈星带去哪里？等一下，天台。我记得卷宗里提到过你生父被抓的天台。沈星，只要你从这里跳下去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教授之所以会来荣成大学教书，甚至接近沈星，就是为了找到你的妹妹。不错，不过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沈星就是小娟被收养后的弟弟。接近沈星的确是因为他在心理学的天赋，所以当年你们生父被捕之后，你和你的双胞胎妹妹，也就是现在的沈月，被不同的家庭收养。你跟着养父出国，而他则被沈星的父亲收养。看来周警官早就对我的背景调查得一清二楚。那你应该也知道，沈星的父亲在收养小娟之后3年便因病去世。沈星跟着研究员的叔叔去了外地，而小娟她被迫回到了孤儿院。想想你的周岭哥哥，他要是知道你那样对我，会对你很失望的。该死！阿星，阿星，是我是周岭哥哥。周警官，你来的比我预期的晚啊！你的阿星，我的好弟弟已经被我催眠了，只要我说出关键词，他就会自己跳下去。陆教授，没想到周警官找了你做帮手。不过你应该很清楚，叫醒一个被催眠的人有多危险。沈星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你竟然敢冒险，直接打破我的催眠。沈月，自首吧。陆教授就是你的亲哥，师父当年犯的错误，我来纠正。哥，好久不见。小娟，我们回家。沈星，离前面那个人远一点。为什么？听说他是杀人犯的儿子。我妈妈说，杀人犯的儿子也不是好人。我应该叫你沈月还是张娟？周警官，
叫什么名字这么重要吗？沈月，旧楼阁楼上的那具骸骨究竟是谁？那只是一个意外死在桥洞下的女孩。郝国强那个蠢货心虚，当了一辈子刑警，竟然没有看出我只以为让他失手杀了我，然后配合护士林晓演戏，他居然就信了。还有旧楼里的那帮人，全都是一群蠢货。那给旧楼住户的信都是你写的？那些信自然是你师父写的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，我父亲的冤死就不值一提。沈月，我查到你曾经在荣城最有名的心理诊所中工作过，那么赵家俊杀死女学生的事情和你有关？那个死掉的女孩父亲也是当年做伪证的人之一，我要让他尝尝突然失去至亲的滋味。师父的死也和你有关？他的死和我无关，我原本打算把他留到最后，结果这个老家伙就挂了。沈星呢？他可是你的弟弟，你养父的亲生儿子。养父3年后死了，沈星独自去了外地。我回到孤儿院，仍然被所有人看不起。那个时候，他又在哪里？他之前以为你死了，故意被人抓，就为了找到杀死你的凶手。阿星，你是故意被沈月催眠的，被催眠前还定了闹钟，你知道这有多危险？周岭哥，这是我唯一能引姐姐出来的方法，更何况我相信你能及时赶到。阿星，我不敢想，如果那天我没有及时赶到，或者你定的闹钟没有及时唤醒你，周岭哥，我有些饿了。好吧。晚上要吃什么？姐，你还好吗？阿星，关于过去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阿星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没有死的？从赵家俊出事开始，我从舍友的口中得知他曾经在学校小卖部见过你。不好意思，听说昨天你见过那个住在7号宿舍楼的赵家俊。阿星，郝国强断错了案，我生父是替死鬼，当年那个真正的杀人魔或许就在我们身边。